朋友们，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呢，每天从早忙到晚，但是他的状态却总是很松弛。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为什么我们从早忙到晚却会感到身心俱疲，晚上一堆念头，睡也睡不着呢？其实对于身而言，累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你把你的精力分类了，有好的、坏的、成的、败的，然后就留在心上。好的呢，沾沾自喜；坏的，耿耿于怀。而那些松弛的人呢，从来不分类，所以就不会留住在他们的心里。这就是庄子所说的“物物而不物与物”。人这一生呢，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修自己。而修自己也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时时关注自己的心。除此之外，其他都是徒劳。父母、爱人、孩子、朋友、大街上的行人，周边的一切，都只是在帮你照见障碍的不同角色，让你看清自己还有多少恶种子。所以我们不要去改变他们，而要觉察自己。一旦陷入改变，就是南辕北辙，心外求道。当你与人争执，与己对抗，与外物不容时，要记得立即回到你的本心，看到我们的念头，看到念头的虚幻，知幻即离，离幻即觉，觉知即无，而不是迷中再迷。所以真正觉醒的人都是允许念头自由流动，因为他们知道乌云存在的意义是让你看见天空的无限。而我们最大的认知陷阱就是把屏幕上的电影当作投影仪，把手机里的应用当作操作系统，把随机飘过的云当作天空本身，而你正在把源源不断的念头错认成你的真实存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看到山的时候，你是山吗？当愤怒升起的时候，你是愤怒吗？当你看到你的想法和情绪的时候，你是你的想法和情绪吗？既然都不是，那么正在觉察这些现象的我究竟是谁？我们来看念头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念头它有两个要素构成，一个是念头的活动现象，另一个就是念头的内容。那么能够使你处于痛苦烦恼的是不是你念头的内容？也就是说，当你念头的内容展开连续性的运作，它就会给你带来痛苦。而所有精神煎熬都源于两个字的游戏，那就是认领。对念头内容的认领，你把父母灌输的恐惧认作自己的性格，你把社会植入的标准认作自己的追求，你把随机闪过的念头认作自己的本质，就像把天空交给乌云掌管，却忘了自己本是容纳万物的虚空。好，我们还是用镜子来代表我们的心。每一个念头皆是在心中出现的一个影像。这个念头于心而言是什么？是不是影像？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对影像产生分别呢？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你不在镜子上，你在镜子外；你不在心上，你在事上；你不在内，你在外；你不在感觉上，你在感觉的内容里；你不在知道上，你在知道的事件里；你不在反求诸己，你在外求诸人。只要你看到所有的念头乃至所有的人事物与我们的心而言皆是影像的时候，那么你当前的所有烦恼就会立刻消失。所有任何一个念头的出现都是一个影像的出现。当念头以影像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只要你知道它是影像，那何来好何来坏呢？天空中有乌云也有白云，中间还有太阳。你认为哪一部分才是天空呢？事实上，它们都是天空。既然都是天空，那哪个是善，哪个又是恶呢？白云是善，乌云是恶吗？所以乌云是天空，白云是天空，太阳是天空，月亮星星它还是天空。这些林林总总的名相也都只是我们给它起的名字。于天空而言，没有名相，更没有善恶。
我们的念头就类似于这天空的明象，本没有任何的好坏之分。白天我们就享受太阳的温暖，晚上我们就感受月亮的皎洁。至于乌云、白云、风雨，任它来任它去即可。你一旦定义了乌云不好，白云好，你就会陷入对乌云的评判、抗拒、恐惧、担心，而这一系列的动作就是留住了乌云。接下来陷入对自己的攻击，久而久之就会祸及身心，延续出可怕的结果。举个例子，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你想得到某一个人，想攀援某一件事，你觉得这个念头不好，紧接着就开始埋怨自己，我怎么这么龌龊，怎么可以这么想，不能再继续想下去了。但是你会发现这是没有用的，你越不让想就越是想。所以念头它本没有属性，好坏是我们对念头的分别评判。所以当有念头来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知道有念，而不是分析念头好坏。如果这个念头是清净的，你就随清净行动，这叫知行合一。如果不清净，比如有攀援某事某人，你只需要知道我不清净，不需要在不清净上添加不好的标签。当你知道不清净时，只需停在知道上，同时知道自己是那个知道而不是念头，当即念头就不再能干扰到你了。这就叫知幻即离，离幻即觉，觉知即无。当下回归你的自性真心。在这种情况下，念头并没有被消灭，但你却获得了快乐，因为那是一种定境，是非常美好的一种体验。念头的活动现象并不会给你带来痛苦，因此你要想解决当前的痛苦，你只需摆脱念头的内容就可以了。当你有了这样的认知之后，你就不再把你主要的精力和观念放在消灭念头上，你就不再致力于消灭那些所谓的不好的念头。而一旦你不致力于消灭念头的时候，你就不会加入各种观念。而当你不加入观念的时候，你就是心本身。所以我们经常讲要观念头，实际上很多人看到的只是念尾，就是这个念头已经展开了很远很远，已经展开到情绪化运作。所以当你发现念头的时候，这个念头已经展开了情绪化运作。比如说内观过程中，你发现念头怎么这么多，这么烦人，那是因为你已经陷入情绪化运作了。你感觉到它给你带来的影响，使你心烦意乱，这叫情绪化运作。所以绝大多数人发现念头，是因为念头的运作已经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情绪化运作，他才发现的。而真正有实证功夫的人，才能看到它的源头。而入定就是这样，它能使你轻而易举地认识到什么是念头。所以当我们反过来调整念头，从运作念头内容转向对它自生自灭活动现象的观察，那么我们就能够回到本心。当你回到本心上，所有念头烦恼当下就灭。灭不是消灭，灭不是消除，灭是知道它是影像。当你知道它是影像的时候，你还会怕它吗？所以我们说，修心不是修的杂念没有了，而是不再被它影响了。好，讲到这里呢，很显然，念头就是我们回归本心的抓手，它是我们的救命稻草。那么面对你的恩人，你会怎么去对待？当然是用感恩的心了。感恩的心是柔软心，是与大悲心相应的，与它相应，你就可以回归本心。那么之前当你认为它给你带来痛苦的时候，你把它当作敌人了，所以你一定会去压制它，那结果就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你一直在努力的压制，那怎么可能解决？
所以真正的观念头的方法是用感恩的心去实证，这样你就会用平常心对待它，用平常心对待它，你就不会再加入观念了。而一旦你不加入观念，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成功，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